灵媒录下亡灵低语。于梦龙午夜录音惊现回音，我还在这里。真相让人不寒而栗。午夜录音的异响，夜沉得几乎能吞噬呼吸。12月的风在城市的巷口徘徊，拍打着破旧的窗框。录音室的灯光昏黄，墙上贴着隔音棉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咖啡味与旧木头的气息。于梦龙坐在控制台前，耳机扣在头上，手指轻敲麦克风。他是一个音频节目主持人，专讲都市传说与灵异故事。今晚，他微微一笑，声音低沉而温和。我们讲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。红色录音灯亮起，录音仪发出轻微的低声。就在他准备开始讲述时，耳机中传来一阵细微的杂音。滋沙，那不是电流，也不是风声，而是一种极其微弱的低语，像是从遥远的深渊传来。我还在这里。声音模糊缥缈，却带着一种无法忽视的温度。梦龙的手指瞬间僵住。那一刻，他感到空气中有某种存在在注视着自己。光之子的传说。3天后，他将那段录音上传到网络。没想到，仅仅一夜之间，点击量突破100万。无数网友留言：我听到了同样的低语，那不是幻觉，那是真实的呼唤。有人说那是亡灵的回声，有人说那只是频率干扰。但在众多评论中，一个陌生的词反复出现：光之子。据说，光之子是那些在黑暗中仍保持善意与觉知的灵魂。他们在人间行走，不为荣耀，只为唤醒沉睡的人心。梦龙开始怀疑，那夜听到的我还在这里，或许并非幻觉，而是一种召唤。被光照亮的阴影。他决定回到那晚的录音现场。午夜12点，录音室里只有他一个人。桌上摆着麦克风，一台旧录音仪，还有一面小铜铃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对着麦克风轻声说：如果你还在这里，请告诉我，你是谁？空气瞬间凝固，红灯闪烁，录音仪的指针轻轻移动。接着，一阵轻微的笑声在耳机中响起。然后，一个低语缓缓传出：光从未离开。梦龙的瞳孔骤然收紧。那不是电子噪声，那是意识。一股寒意爬上后颈，却又被一种奇异的温柔包围。那晚之后，他再也无法用科学解释那一切。怀疑与信仰。事件曝光后，全网哗然。一些专家用心理学解释，这是人类潜意识投射的幻听。而信徒们却坚信，梦龙打开了灵界通道。在媒体采访中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：我不确定那是什么，但那一刻我感受到一种温柔的存在。怀疑与信仰如两股对立的潮水，将他推向风口浪尖。梦龙开始查阅古籍、灵性文献，研究各种宗教仪式。他想知道光究竟是什么，灵性的召唤。一个清晨，他梦见自己走在无尽的雪原上，天地一片白茫茫，风声像是在低语。远处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：别害怕，你只是忘了自己是谁。梦醒时，泪水早已湿透枕边。那一刻，他明白了，所谓光之子不是神话，而是人类灵魂的真实映射。光不在天上，而在每一个仍愿意相信善良的心中。镜中真我。梦龙开始改变节目的方向。他不再讲单纯的恐怖，而是讲人性与救赎。他讲述那些仍有光的人。一个失去家人的商人，在雨夜为流浪汉送汤；一个战场上的士兵，冒死救下敌军的孩子；一个被社会遗忘的老人，却每天在巷口为流浪猫留饭。每个故事都像一面镜子，让人看到自己在黑暗中的倒影。他渐渐明白，灵媒的意义不只是倾听死者，而是唤醒生者的心声。黑暗的考验。随着节目爆红，黑暗也随之而来。有人伪造录音，说他造假；有人曝光他的住址与家人，甚至有人发来恐吓信，别再干扰死者的世界。梦龙陷入焦虑、失眠。一天夜里，他在邮箱里收到一封匿名信。
梦龙，你不是在记录死者的声音，而是在唤醒沉睡的灵魂。继续下去吧，光会保护你。他读完信，眼眶发热。从那天起，每次按下录制键前，他都会默念：光之子，不灭。真相与幻象之间。一次特别节目录制，他邀请了一位灵性导师。导师说，真正的灵媒不是与亡灵沟通，而是让人重新聆听自己被遗忘的声音。节目播出后，成千上万的听众留言。那一晚，我梦见一束光照进了心底，一个声音对我说，我还在这里。科学家尝试分析录音频谱，结果显示，那段声音的频率与任何已知人类声波完全不符，这成为当代灵性史上最诡异的谜团之一。民间的回响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光之子的信仰悄然蔓延，人们在夜空下点灯祈祷。有人说那一刻看见了已是亲人的微笑，有人说听到了久违的心声。梦龙在直播中看着那无数跳动的烛光，心中泛起温柔的涟漪。他忽然意识到，自己并不是在制造灵异，而是在让人们重新相信，灵魂从未孤单。光与影的交错。某个夜晚，梦龙独自站在城市的天台上，万家灯火在脚下闪烁，犹如星河倒挂。他轻声念出那句古老的哲语：阴即生阳，阳即生阴。黑暗存在的意义，从来不是为了吞噬光，而是为了让光更耀眼。每一个在痛苦中仍选择善良的人，都是光之子。他们无需奇迹，只需一颗不放弃的心。灵魂的回归。1年后，他收到一封来自偏远山区的信，寄信人是一位少女。她说自己曾患抑郁症，多次想轻生，直到某个夜晚，无意间听到梦龙的节目，听到那句我还在这里。她写道，那一刻我哭了，我突然明白，也许那个我从未离开，我只是忘了去寻找光。梦龙看完信，久久无言。那一刻，他终于懂得，灵媒录音的意义从来不在声音，而在唤醒生命的回响。觉醒的年代，光之子的概念渐渐成为一种社会象征，人们开始用它形容那些不屈不挠，在混乱中仍保持信念的人。医生、救援者、教师、志愿者，甚至是那个默默为流浪猫搭窝的普通邻居。梦龙在演讲中说，灵魂的觉醒不是看见光，而是成为光。掌声如海浪涌动。那一刻，他不再是灵异节目的主持人，而是一个传递希望的声音，永恒的呼唤。多年后，他再次打开那台老旧的录音机，红灯亮起，空气安静的只剩心跳。他轻声问，你还在吗？长久的沉默之后，耳机里传来一阵轻柔的风声，仿佛有人微笑着回答，我一直都在。梦龙闭上眼，嘴角微微上扬。他知道那不只是灵的回应，而是他自己灵魂的回答。他合上笔记本，望向夜空，每一颗星都是一束光，每一个坚持不放弃的人都是光之子。如果你能读到这里，请停下片刻，闭上眼睛，也许你也能听见那句熟悉的回响，我还在这里。那不是亡灵的低语，而是你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自己在轻声说话。感谢你一路看到这里。如果这个故事曾在你心中点亮一束微光，请留下你的感受，你的每一句留言都是另一束光的延续。别忘了订阅、关注，让更多人一起看见，即使在黑暗中，光依然存在。